来修一个热水器带电，正好女主人在家，说洗澡的时候电人，需要进去看一看。卫生间、热水器，用电笔测量，不出所料，带电的，带20多伏，有的时候带几十伏。水管也带20多伏，它这是个感应电，这个电会一会儿大一会儿小。他们用这种电笔测的，有时候带50、60伏，所以说一摸有的时候会电手。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这个都不用猜，经常看我视频的师傅都知道，一般是地线不好造成的。在外头有个配电箱，这是2户人家，1户一个漏电保护器，直接测它的配电箱接地，很显然它的接地都不好，有接地接地不好，就是这种情况。看有接地线，接地不好，一般测的零线也带电，带个10几伏，它这就是地线不好，做个接地就好了。就这种情况，您把他们家的漏保拉喽，零线还是带电的，这个时候再去测热水器水管，还是带电的，带个10几伏的电。这种情况就是接地不好造成的一种现象。把接地做好了，这个电就没了。这个电是邻居家的感应电传过来的，因为他们的接地是连在一起的。这个电是可以放掉的，对地放掉的。怎么来放掉呢？就需要拉一个新的接地线，从楼下拉上来，去楼下看一下有没有接地线。它每一层都有这么一个配电箱，都有接地线。因为他们的接地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说测量每家的接地都是带电的，每家的零线也都是带电的。看，都带个10几伏，这就是没有地线造成的，做个接地吧。像这种老楼，它的电路是改造过的，就是每一家的主线只上去灵火线，没有地线，很明显没有地线。去到楼下看能不能找一个接地体，就是原来打入大地的扁铁，很明显没有。我临时给你接一个吧，就是把感应电放掉。这个得找，做这个得找谁呀？这个我临时给你压一个，你也别再电人了。就是从他们的配电箱拉一个地线下去，顺着原来走明线的线槽，走到楼下一层配电箱的位置，压着暖气管道的螺丝和管道连在一起，连入大地。我这是不正规的做法，但是临时的，你们还得去给物业反映一下，或者是给供电所反映一下，统一做接地体，拉到每家每户。地线的这一头拉上来以后，接他们配电箱的接地线，先碰在上面。刚才测30多伏，现在测还有16伏，不应该呀。现在零线是没了，应该是0伏啊。难道是这个接地不好吗？我拿掉这个地线，再测量外壳20多伏的电，把这个地线再放上。按照原理应该在测试0伏，怎么还有10几伏呢？像这种地线好不好，还可以测零地电压。看，零地电压有个10几伏的电，也就是说它这个地线还是不好，我拉这个地线不好。这种情况不应该呀，它这个管道应该是接地的，用电笔测量压线螺丝，带个10几伏的电，不应该呀。它这个暖气管道是从地下接上来的，是一个很好的接地体，不应该带电。难道这个暖气管道没接地吗？不可能啊，它是铁的，铸铁的呀。去楼下再看一下它的暖气管道，电笔测量，上面带个10几伏的电，18伏，怎么可能呢？你看这个电都导到这个地方了，它为什么不往大地导呢？应该是0伏才对啊。去别的单元看一下，旁边单元还有，测一下这个单元的暖气管道带不带电。这个是0伏，就是那一个单元我在没接地线之前也是0伏，接上地线都变成了18伏，所以说还得回去看一下。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它这个管道没接地，保温层扎透以后，在这个位置是0伏，但是在这个位置都是18伏，什么原因呢？
我好像发现了原因 ，PP2 的，不是铁的。往地下走这一块是 PP2 的，没接地。我说上面的感应电怎么对地放不掉呢？所以说这个地线是没用的，不能接。它这个要解决的办法，就是在楼道里做一个接地体，打到地下，打深一些，做一个接地体，然后拉上一个接地线，每一家每一户都接上接地线。这个业主和我都做不了主，这个得通过物业或者其他的部门。为啥说我不能做呢？因为这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，这要涉及到整个单元、整个楼座方方面面的一些事。好了，先这样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你看这是个什么设备？反正挺老的，液压设备，这一块全是液压。这个像不像变形金刚巨无霸？现在工作不了了。操作的师傅说，3个油泵工作正常，能启动能停止，液压运行正常，就是这个上升和下降不好使，摁都没有反应。这设备也就用这2个键，其他的都不用。来吧，看一下它的控制柜什么样。不出我所料，基本上老设备的电路都是这样。这个插起来相当有难度，您别看它有限号，难搞。再看一下控制柜后面的电路，我的个天哪！你说这些件儿都多少年了？这个保险丝还直接搭了个桥。这边是主电路，主电路启动运行正常。这么大的液压站，上面3个油泵电机，不上升不下降，要么是控制电路问题，要么是液压问题。那就先开一下试试。3个油泵电机启动，油压上来了，油压正常。师傅说就用这2个按钮，上升下降，但是现在都不好使。可以按一下，按下下降没反应，再按上升也没动静，按下以后也没听到继电器吸合和油压电磁阀工作的声音。关掉油泵，拉掉总闸。先看一下面板操作这一块，这几个按钮开关，像这些老电路很多都是自己改了，保留自己需要的功能，这个就用上升下降。有发现。看一下这里有个旋钮开关，可以打手动和自动的。师傅说自动都从来不用，都是打手动。我是刚才发现它掉下来了，而且有个线头已经掉下来了，我真希望是它的原因。我把线头先压上，如果不是它的原因，我还得去插电路，去捋电路，可麻烦了。我问师傅开关啥时候掉的，他说不知道。我把送电开机，再试试上升，没动静。想找个旋钮开关换一下，没有。这2组线要么是手动，要么是自动。我给它短接一组，也不确定是手动还是自动。另外一组我给它断开了，没接。送上电试一下，启动油泵，电池阀通电的声音吱吱的，也上升了，但是它这个上升是自动上升，一直上升。按一下上升键，它就自动上升。这个他们不需要，还得改成原来的手动，这个得换个旋钮开关。我刚才短接的是自动的控制电路，可以把自动去掉，光接手动。找一个旋钮开关，找了一个旧的按钮开关，只接了手动控制电路，自动我给它断开了。现在打到手动，这个开关也换了一个。好了，启动油泵，按上升，看它起不起。起来了，上升正常，再看下降，可以好使。松手就停，按下就下降，他们就要这个功能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反复试了几次，还行。刚准备收拾工具走，又不好使了。我是真不想再捋这个电路，插一下外围电路，找线位开关，线位开关都没用，那就看线位开关的线，线头不是我拽断的，是砸断的。这是线位开关的线，我把它接起来。我估计就是它的原因，先接起来再说，一会儿再做一个防护。再来试一下，按下上升按钮，起，没问题。然后落，起起落落没问题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